你在台积电附近有房子吗？有的话是不是很爽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有永久动具的房子该买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哦，为什么要跟着台积电买房？只要你有关注房地产啊，那就一定有听过一句话叫买房就买台积电啊。那因为只要台积电所到之处哦，就都会涨就对了哦，还没有失败过。那你觉得这个是真的吗？哦，来，我们来先看数字哦。这个是天下杂志在2021年做的调查哦，就台积电周边的房价统计，只要台积电宣布入驻某某园区，那这个园区的房价就开始飙涨了。以我熟悉的高雄市来说，现在台积电宣布要在楠梓设厂，你自己看它现在房价长什么样子，这不是我说的哦。你看新闻就是这样子写，叫做楠梓近3年房价涨幅达75%，哦，就这样。如果你之前就在楠梓有房子的话啊，就恭喜你哦，你就直接原地起飞哦，所谓的鸡犬升天就是这样。那等到台积电正式入驻之后，那个涨幅会更恐怖。好，那这个就是台积电的威能，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有台积电的地方就会上涨哦，不是说台积电哦，而是我们要去探究它背后的原因哦。但如果这个原因适用的话，那是不是其他大立光哪边要设厂，你也可以去用同一套逻辑去研究看看，对啊，哦，这个比较有价值。好，其实台积电这个说出来也没什么，就是它会带来许多高薪的就业人口，就业人口是一回事，高薪的就业人口这是另一回事。那我们之前有一支影片在讲说，为什么买百货附近的房子很容易很保值，要不然就上涨就先涨它这样。原因就是一间百货能够带来1000人以上的工作机会。就很多人啊，那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回家睡觉吃饭，那这个居住房地产需求就跑出来了。而台积电入驻的人数是多少？我说高雄楠梓预计今年年底1500人，2024年年底1500人它已经见爆了然后到明年年底预计4到5千人来，你看这都有新闻那你也知道在台积电上班的人薪水其实都还很不错，基本上他要用他的台积电薪水在高雄自产是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就会变成现在这样，就是你看明年年底会有4000到5000人的高收入族群就到高雄工作，或者是就高雄人这样，那我们只要算这些人有1/4有需要买房子就好。这个1/4你要自己去抓1/3、1/5这些随便你，这1/4真是我乱抓的。好，那这样就1000户呢？1000户呢？请问现在的这个节点，建商来得及在2年之内给他盖完1000户吗？而且我们还没有计算台积电的上下游厂商上下游厂商他也会来吴成一要不要人洗？要啊那个大家中午要不要吃便当？要啊这些都是上下游厂，就跟着台积电做生意的那他们也都必须要来高雄。没办法，这个老大都来了，这小弟只能跟上那这些厂商它带来的人口数员工人数加一加，你看又有多少再加台积电一定是过万的一定是过万的。最后你要知道，房地产置产就是要跟着大势走房地产置产就跟着大势走就对了。今天网络上很多乡民都说房价会高都是我们这些置产的人害的就是我们一直买才导致房价变高。拜托，我们哪有那么厉害，手眼通天我们多买2间房子，然后就房价就一直往上飘，好像就我害的一样。不是啊，我哪那么厉害？我们只是做好功课，看好该地区，然后用历史的经验来判断，这个好像可以，那我们提前去卡位而已。他也可以啊，他就不去卡嘛，然后他就只骂不卡，然后自然就会变成这样。那以我们今天讲的楠梓来说，它就是会突然涌入这么多的工作人口嘛，它就是建商来不及盖那附近的中古也来不及他们住所以今天如果你携家带眷来高雄要买一间房子，那这个就刚性需求但是当地的中古屋供应没那么多，那就会呈现供不应求。供不应求会怎样？这个你不用问我，你问你那个在念国小侄子，他都知道他就会上涨嘛，这是挡不住的大事，就真的是供需而已。那我也只是有做功课那早一点看懂而已，然后就去给他买起来放那为什么我们就变成炒房的罪人？不是这样房地产是很公平的市场，
那个大家有钱没钱都是同一个起跑线这样。好，所以就需求起来，那这个供给没有起来，那房价就会起来啊，就是这样而已哦。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怎么掌握大势，就是都市计划哦，然后跟那个民间重大投资哦，然后通通都要去留意，不会很难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我岔开来，我讲个干话哦，就是看股票哦，就做股票，如果是看新闻来做股票，那一定会死，对不对？看新闻做股票。可是房地产因为很慢哦，你是真的可以看新闻做房地产哦，都来得及，甚至看新闻做房地产都已经超前部署了。就你要是看多看久了哦，你就去当地走走，去印证你自己做的功课，然后你自己就会很有感觉哦，就跟我一样。例如，不管你多久以前去过，你就最近哦定个6日，你就搭高铁来高雄玩一玩，你就会发现，现在高雄好像真的有差哦，差蛮多，尤其是新湾区这样。然后你再过3个月再来看，又会长得不一样。这种就是重大建设连发哦，要起飞的感觉。我讲到这个哦，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以前外地念大学嘛，然后住板桥哦，我每次啊就大学哦放假哦我很少回家，我只要就放假那时候搭火车哦，搭火车回到板桥车站的时候，每次一出站，我就看这新版特区嘛哦，就想怎么又在盖哦，怎么鹰架又搭起来？好，我下次回来的时候另一栋鹰架盖起来，我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之前鹰架的拆掉了，就是我每一次回来，我都觉得说，我靠，这个怎么进步得很快哦。然后新版特区哦，就这样哦。高雄现在就是在经历这个样子哦。来，你不要说我涉嫌炒作哦，我没有说高雄等于新版特，我是说这个重大建设在密集的在盖，你真的是隔一段时间来看，你就觉得说怎么又变了哦，怎么差很多？不会像一些乡下的地方，50年前、50年后都差不多哦。好了，讲完了。那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为什么要跟着台积电买房。那我先跟你分享了台积电高雄设厂这件事情的威能。以高雄楠梓来说，光是宣布设厂到现在，房价新闻上都跟你说涨75%了。那我也分析了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就是它会带来大量高收入的工作人口，这些人的买房需求会直接造成该地区的供不应求。他们也不想当盘子啊，他觉得他有机会会被调到高雄，他也会先买啊，对不对？等你们都先买好，然后他还当个现成的盘子，这爽在哪里哦？所以就变成楠梓就是抢房子的阶段哦。我没有推荐哦，那个最近那个酸民变多了哦，我没有推荐说楠梓怎么样哦，我是说这个设厂的消息年底1500，它就是会造成楠梓有这样子的现象哦。楠梓现在已经被推得很高。好，那我也跟你分享了，我们自产哦，就看的是一个大的趋势。今天你知道这个地方未来的房子一定会不够住，那就提前布局嘛，不就这样而已嘛？享受时间带给你的复利哦。那我也给你一个建议，就是想要知道怎么掌握大势，就你自己做都市计划、民间建设，你看报纸的功课，你做一做之后，你去当地走走哦，你才真的会很有感觉。那最后我想问你啊，你有朋友也是买在台积电附近吗？哦，那他现在是不是很爽哦？做台积电员工的房东，然后他也买台积电股票，他也做股东，好了，房东又股东，非常的爽这样。好，那最后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挑选房子的，记得订阅加分享到你的赖群组 ，A 片群组也没关系啊，哦，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冷静，或是加入频道会员哦，我会分享更多房地产的八卦跟干货给你。讲八卦哦，讲八卦。讲一个东西啊，这个是我自己的观察哦。先说结论，突然有个大产业进驻一个地方，房子一定是不够买的。就是说，如果你瞄准一个地方哦，你去开591，比方说我乱讲哦，高雄美术馆，然后你把你的条件设好，什么2房有车位，总价1500以下，屋龄怎样，这你高兴的条件你去设定，出来之后你看美术馆附近，其实没有几间房子，就是591是这样嘛，一堆中介店都会重复 po 同个物件，你把那些重复的都扣掉，其实你这样筛选，用你的条件筛选出来，应该不到30间房子，正在卖，真的是这样，你可以一笔一笔记下来，你就会发现说，整个高雄美术馆，你的条件，你的好球带正在卖的房子，加起来应该是不到10间，我讲时间可能都太多哦，以我刚刚查一遍哦，我的好球带正在卖的房子扣除重复了之后，大概是6间啊。来，你看哦，这6间房子，我说中古啦，6间房子能住多少人？台积电一来就1500呢，还不包含上下游的供应商呢。那5乘1的来了，那员工这个做便当的、送便当的，他们都来了。
那做一些零件啊、设备更换的，他们也要来，对啊。那台积电这种运送天车零件，那很有名嘛。那日本厂商他是不是也要压办公室？通通都要。所以应该会变成来超过3倍的人数来服务台积电的厂区，会马上造成供需不平衡，短时间之内密集成交，房价就很容易上涨。你整个美术馆现在好球带大家都买得起的，大概就6000，然后来1500人，再加上下游4500人，那怎么玩？对啊。所以它会很明确的就往上跑，就是这样。但我会说这个其实相当的不健康，房价最好是怎样？是慢慢涨，涨个30年，你不要什么2年之内暴冲，然后这28年不会动，这种东西我也不想做。所以回到正题，同样的情况，即使今天没有台积电也是一样。你住台北市，你假设你看东门捷运站附近，那你假设看信义区的庄敬路。那其实真的现在正在卖的中古就没有几间了，应该都是个位数，新建案又是天价，所以就被迫怎样，房价被迫往上走。因为信义东门这不是说住附近的人想买了，这是全台湾最有实力的人都想要进去自产，所以房地产这10年来真的就是需求大于供给啦，想买的人就是比想卖的人还多啦。那政策上一旦有人买了，又在那边5年不卖，对不对？房地合一2.0，然后司法人限制那个公司不能进来抢房子，那越沉越香，那主要就是我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房地产会涨得不像话，在那边骂政府，事实上就是台积电的员工，这个1500人他下班要住哪里？那附近的中古屋他买得起了，数量真的不够，那社会住宅也不够，那新建案也不够，租房子也不够。这就是现实，你自己去研究。你看我的影片，以前我拍过那个百货公司，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间百货一开幕，就500人上下班，甚至规模大的会到1000人上下班。像新店的玉龙城，不是说那个百货的工作人员，那专柜小姐也是上下班啊，对不对？那马上这附近的好球带的中古屋新建案租房子直接就没了，直接就被用光了，2个月之内那你要房子怎么不涨价？所以这就是研究重大建设、都市计划、民间投资的意义啦。这些东西都是公开资讯，你看报纸你都看得到，这根本就是 open book 考试，你知道吗？一切又合法，你今天只是没钱，只要你有钱，你也想去啦。你不要骗我，你自己摸摸你自己的36D，凭良心讲是不是这样？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适合你。长期自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自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
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哦，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哦。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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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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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让房子稳稳健健的赚钱给你花。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